不知道大家平常小便的时候是站着尿或坐着尿呢？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就是看性别吗？男站女坐啊。其实未必是这样哦。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男生成为了坐尿派，而站尿派的女生呢，跟从古代就有记载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站尿与坐尿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男生站着尿，女生坐着尿，应该是多数台湾人最熟悉的尿尿方式了。很多人可能会下意识的觉得，这应该是某种毋庸置疑的做法。毕竟男女生理构造不同，那好像理所当然就会有不同的尿尿方式。不过近年却有不少的调查发现坐着尿尿越来越受男生欢迎，甚至在一些国家，坐着尿尿的男生还占多数。至于女生，则是有历史研究显示，古代女生站着尿尿其实蛮常见的，而现代呢，则是有专门辅助女生站尿的产品推出。那根据长期研究厕所历史的伦敦大学教授表示，其实站尿跟坐尿不见得完全是男女生理构造的差异所导致的，怎么尿尿很大程度是由社会跟文化所决定的。比如伊斯兰教呢，就蛮推崇男性坐着尿，因为这样子衣服才不会沾染到不洁的尿液。那现在世界各地的人是站尿派多还是坐尿派多呢？那到底哪一种尿法比较好？还有生理女性到底要怎么样站着尿尿啊？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起床后常常腰酸背痛吗？这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床垫。德国 Emma 是欧洲顶尖睡眠科技品牌，他们的床垫不止全球卖破600万张，还获得超过75个国际奖项。现在 Emma 推出了结合记忆棉独立筒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每平方公尺使用250个独立筒支撑身体每个部位。记忆棉则主打抗干扰设计，跟伴侣或宠物一起睡也不会互相影响。我自己睡过，也觉得 Emma 床垫的支撑性、包覆感、透气性都很不错，推荐大家来体验。Emma 床垫不止全台免费，还可以100天免费试睡。而目前德国 Emma 还有欢庆双11活动，即日起下定就能够享受全年最低价床垫套组最低5折起。官网输入专属折扣码7777，再享90%优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链接，帮自己选一张最适合的床垫吧。根据跨国网络市调公司 YouGov 今年5月发布的一项针对全球13国进行的调查，其实在蛮多欧洲国家，坐尿派的男性比例都不低，甚至在有些国家坐尿派还占了多数。其中最爱坐着尿的呢是德国，有高达62% 的男性说他们经常或总是坐着尿尿，而说自己从来不坐着尿尿的人只有10%。另外，在瑞典跟丹麦，坐尿派的比例也比站尿派高。不过在这份调查当中呢，美国、英国等等多数国家的男性还是站着尿尿的人比较多，而其中最爱站着尿的是墨西哥，有高达54% 的男性说他们很少或从不坐着尿尿。而在亚洲呢，近年坐尿的声势似乎也有上涨。根据日本 Toilet Magazine 的整理2004年调查当中，日本只有 23.7% 的男性会在家里坐着尿尿，但到了2021年，这个比例就超过了 60%， 甚至在站尿派当中，有过半数的人坦诚自己会考虑成为坐尿派。至于女生的部分呢，虽然我们目前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调查数据，但普遍认为现在多数国家的女性应该都还是坐着尿尿占绝大多数。那这样看起来，就整体而言，坐尿派不仅人比较多，也越来越流行。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难道站着尿尿真的比较不好吗？根据日本日用品品牌狮王 Lion 的调查呢，日本男性坐下来尿尿的首要原因是卫生考量，大约有70%人表示他们是想要避免尿液弄脏周遭的环境跟衣物。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只要小心瞄准，不要尿出来或尿到自己身上，不就好了吗？但其实就算尿得再准，站着尿尿多少还是会污染到周遭的环境。美国有个实验，就利用尿液模拟器跟高速摄影机测试，结果发现尿液射出到大概 7.5 至15公分的时候，就会散开变成一颗颗的尿滴，而且这些尿滴还会相撞碎裂成更小的尿滴，然后飞得更高、更远、更广。那假如你的牙刷呢是放在距离马桶2公尺以内的地方，这些小小的尿滴甚至可能会喷到你的牙刷上面，而马桶以及马桶周遭的地板当然也不能够幸免，基本上每一次尿尿都会被喷到尿滴。而且这些喷出来的尿滴多半很小虽然肉眼常常会看不太到，但久而久之呢，就可能导致尿垢、恶臭，造成自己跟同住者的困扰。那除了卫生考量之外呢，还有一些人说，他们之所以更爱坐着尿尿，是因为认为站着尿不干净。
在刚刚提到的失望调查当中，其实也有不少40岁以上的坐尿派男性说，他们坐下呢是因为这样子比站着更容易尿。那也有不少泌尿科的医生表示，以医学的角度来看呢，坐着确实是最有效的排尿姿势，可以让括约肌放松，小便上的会更顺畅，也比较不容易有尿残留在膀胱，不仅比较轻松，也比较健康。那反观站着的话呢，则会让膀胱括约肌比较紧绷，需要靠着腹部用力才尿得出来。那年纪比较大，或是患有下泌尿道疾病，或是射物腺肥大的人，就可能会尿得不干净。而这样子长久下来甚至可能会导致尿路结石等等的健康问题。不过，根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所刊载的研究，其实对于健康年轻的男性来说，站着尿尿通常不太会有尿不开干净的问题。他们不管是站或坐，对于排尿表现都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这样看下来站着尿尿还是有不少的缺点是坐着尿没有的。那么站尿派的人又是为什么选择站着呢？在相关的讨论当中呢，很多站尿派都提到，站着尿尿反而比坐着尿尿更方便跟卫生。他们觉得尿个尿而已，如果我坐尿的话呢，就要把整个裤子脱下来，然后再穿上去，不仅花时间又很麻烦，而且这样子屁股呢还会碰到马桶座。那如果是在外面的公共厕所，就等于是跟一堆人用过的马桶做肢体接触，感觉很恶心。不过在失望的调查当中呢，日本男性选择站着尿尿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方便和卫生，最多人选择的原因是习惯了，而第二名呢则认为男生就该站着。那有些人呢就认为这反映出的可能是人们从小就被教导男生站着尿，女生坐着尿，而这不只让人们养成了习惯，也可能形成了某种既定刻板的观念。有一些研究认为在这样子既定的观念之下，坐尿这个行为可能被女性化了，导致一些男生会觉得坐尿很没有男子气概，而坚持要站着尿尿。那虽然有一些人会认为这种想法是其来有自，毕竟生理男性跟女性本来就会因为身体构造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尿尿方式。不过这种说法其实未必完全正确，因为以前其实有不少文化当中，不仅男生会坐着尿尿，甚至女生也会站着尿尿。虽然每个社会在不同时期的情况都不太相同不过在许多古代社会当中，像是在古爱尔兰跟古埃及，女性站着尿尿反而才是常态。此外呢，据说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贵妇们呢，也常常会在宫廷里面的这个走廊或者花园里面站着尿尿。而日本则是一直到了近代，农村妇女呢都还会非常自然的在田里站着尿尿。像是日本文豪太宰治在他的著作《斜阳》当中就曾经描写过这样子的场景。那当然，到了现代随着各种性别观念跟规范、衣着习惯，还有厕所设计等等变化，女性坐着尿尿还是成为了压倒性的主流。只是现在还是有女性表示，她们想要站着尿尿。根据卫报报道，生理女性会想要站尿，多半是基于比较实际的需求，比如孕妇或者是老年人可能不方便蹲坐，所以站尿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更加方便。另外，对于一般的女性来说，还有在户外如厕不方便的困扰。一来就像公共厕所，很多时候环境都不太卫生，所以很多人死都不想要接触马桶。二来，要是在郊外没有厕所，逼不得已要找个树丛躲起来解决的时候，蹲坐着尿尿不仅花时间，还势必要脱裤子，万一有人经过了，真的超尴尬。相对来说呢，站着尿会方便快速很多，而且被别人瞄到也比较不容易被发现。所以直到现在呢，还是有些女性会有站尿的需求。不过具体来说，生理女性到底要怎么样站着尿尿呢？答案是靠工具。据说古代的女性大多都不使用辅具，直接以站姿小便。不过后来为了让女性更方便站尿，就有人发明了女性站尿用具 FUD。早在18世纪初，欧洲就有出现这种工具了，是一种外形长得像男性生殖器的玻璃制便吸型小便池。而现在市面上面的 FUD 呢，则多半是漏斗般的形状，使用上面非常的简单，只要靠着阴部让尿液顺着导管流出就好了。另外，现在其实也有男性生殖器形状的 FUD， 主要客群呢是一些跨性别男性。不过也有妇科医生提醒这站尿工具不适合长期频繁的使用，而是应该被当作一种应急的手段就好。因为从现代医学的观念来看，站尿并不是女性自然的尿姿，而且就像前面说的，这样可能导致膀胱内的残尿增加，并不利于健康，所以他建议生理女性最好不要长期都用站姿来尿尿。还真的是想到，只是尿个尿呢，居然连姿势都学问这么多。那我们这一次整理下来呢，真心觉得要在尿尿自由与尿尿卫生之间取得平衡，既便利快速的上小号，又保持自己跟环境的整洁，似乎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毕竟尿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私密的事，所以我们觉得不管是喜欢站着或坐下，当然还是要大家自己觉得舒服自在。
但我们觉得也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去尊重别人不想要碰到尿液的心情。就是网络上面呢，就有很多的文章都是在抱怨同居人站着尿尿，甚至是不掀马桶座，搞得厕所很多尿渍等等。那假设你自己或是你身边的亲友是站尿派的人，那或许可以参考看看，站着尿的时候应该怎样尿最不会让尿液飞溅，而大关键呢就在于你瞄准哪里。之前日本的一个实验呢，就分析了男性小便时会瞄准的4个位置：水面、左右两侧、马桶前侧跟马桶后侧。结果发现呢，瞄准离身体最远的马桶后侧是最毁灭性的尿法，大概会溅出7550滴的尿液。而另外3个位置的飞溅量呢，则大都落在300上下。依序呢是水面的372滴，两侧的293滴，最后呢也是相对最卫生的尿法，是瞄准马桶前侧，飞溅量呢是277滴。不过无论如何，站着尿尿其实都还是无法完全避免尿液飞溅，所以我们觉得或许也可以跟同住者协调看呢是要让自己负责扫厕所，还是每次尿完呢都稍微清洁一下环境，尽量讨论出一种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那今天最后就想要来问大家，你觉得站尿好还是坐尿好呢？我是忠贞的站尿派坐着尿尿实在太不方便了，也很不习惯。B 绝对是坐尿派觉得站尿很不卫生，光看到尿乱喷呢，我就会很崩溃。C 我是看场所，在公共厕所的话呢，不太想要坐着，在家里才能够安心的坐尿。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尿尿的姿势。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性别友善厕所以及抓漏传说陈才佑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